看到那口棺材，楚风内心震荡，他感觉到了极为强大的力量，那种强大前所未有。明明那些戒灵都已强大到让楚风感觉自己宛如尘埃，可当这口棺材出现之后，那些强大的戒灵却也变得不值一提。而这样强大的力量却并非是武力，而是结界之力，就是结界之力，但却是楚风从未感受到过的结界之力。而当那口棺材出现之后，楚风忽然确定了一件事：弟子楚风拜见开宗祖师。楚风对着那口棺材施以大礼，可偏偏楚风做出这个动作后，那刚刚自石林之中漂浮而出的棺材竟停了下来，而那些强大的戒灵竟也纷纷停下脚下的步伐，全部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一刻，楚风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莫说楚风，就连带在戒灵空间内的雨莎也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竟赶忙闭上眼睛，不敢再看。那种压迫感让雨莎难以承受，可是楚风却并未退缩，而是目视前方，正是那些戒灵的目光。不是楚风感受不到压迫感，恰恰相反，楚风所感受到的压迫感远非雨莎可比。但楚风不想退缩，他觉得这种压迫似乎是一种考验。虽然楚风并未退缩，而是正是那些强大戒灵的目光，但楚风的眼中却没有一丝挑衅，而是充满敬畏与尊敬。咔嚓咔嚓，忽然阵阵古怪的声音自那口棺材之内传来，紧接着一道光束自棺材之中笔直射出，刚好将楚风笼罩。当那光束落下之后，楚风的视线便被封锁，他的眼睛只能看到白色的光华，但很快那白色的光华便消散而去。当白色光华消散之后，楚风发现他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之内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大地，白色的天空，就连一草一木，远处的山峰，甚至是山峰之上飞流直下的瀑布，竟也都是白色。这是哪里？雨莎感受不到那种压迫感后，终于睁开双眼，只是看着眼前的景象，她也是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情绪。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洁白，不染一丝尘埃，那感觉不能说是神圣，因为这里没有一丝压迫感，反而让人觉得很是束缚。这里给人一种圣洁之感，让雨莎这个女孩子很是喜欢。但相比于雨莎，楚风却是欣喜若狂。成了，我已经触发了这里的机遇。左丘幽雨和左丘炎凉他们的气焰将失效，就算他们找到了终点，也无法触发机遇，搞不好左丘幽雨还会遇到危险。楚风说道。那夏言他们也会遇到危险吗？雨莎问道。不会，只有左丘幽雨会，我看过他的气焰地图，他要去的地方乃是凶险之地。楚风说道。那倒是一件事。对了，楚风，你是如何知道刚刚那口棺材之内的人就是这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的？雨莎问道。楚风对那棺材是施以大礼之后，那棺材才停下来，然后对着楚风射出光华。虽然这样向来可能太过简单，但雨莎却仍觉得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与楚风的势力有关。当那口棺材出现之后，我不仅感受到了从未感受到的结界之力，我还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楚风说道。熟悉的气息是什么？雨莎追问。卧龙武宗诸多大阵内的气息。本来我以为那些大阵都是由阵眼力量支撑至今，但是当看到那口棺材之后，我便知道其实整个卧龙武宗所有阵法力量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这口棺材。虽然不知是用何种方法做到的，但的确是那口棺材内的结界之力，以特殊方法输送给了卧龙武宗的诸多阵法。那口棺材才是卧龙武宗诸多阵法力量的来源，而那些阵法乃是开宗祖师所布，关中那位自然便是开宗祖师。楚风说道。那这样说来，那棺材之内是藏着某种强大的至宝？雨莎说道。有可能是至宝，也可能是开宗祖师本身的力量。楚风说道。本身的力量？难道你是说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并没有死？雨莎一脸惊讶。应该是死了。楚风说道。死了？死了？怎么可能还会有如此强大的结界之力？雨莎问道。的确不合常理，但这好像不是猜测，而是我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就有了这种感觉。这也不是直觉，更像是那口棺材传递给我的。楚风说道。若是死后都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生前将是何等存在啊！听到楚风这样一说，雨莎脸上惊容更浓。雨莎不是一个不稳重的人，相反她十分沉稳，可是眼下的局面却是打破了她的认知，让她实在无法淡定。那些戒灵那般强大，随便一个都是毁天灭地的存在，恐怕随便一个离开此处都能称霸一方。可是那些强大的戒灵明显臣服于那口棺材，可棺材之内若真的只是一具尸体，但却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能让这么多强大的戒灵甘愿臣服。想到这里，雨莎只觉得头皮发麻，死后尚能如此，那生前将是何等人物？倘若一切都是真的，而并非猜测，那说其是凌驾于修武界最顶峰的人物也不为过吧。刚刚那些戒灵难道都是卧龙武宗开宗祖师的戒灵？那岂不是说他一个人便与多个灵界的戒灵缔结了契约？雨莎越发感觉难以置信。正常来说，一个戒灵师只能够与一个灵界的戒灵缔结契约，就算真的有天赋异禀者，能够与两个灵界缔结契约已是极为罕见，并且能够与两个灵界缔结契约者，这两个灵界也不会太强，甚至都不会是来自七灵界。可是刚刚外面那些戒灵，几乎除了修罗灵界之外，七灵界的戒灵都在了，并且无论是否来自七灵界，那些戒灵的实力都极为恐怖，想必在各自的灵界之中也是极为高贵的种族，是极为强大的存在。本来卧龙武宗能凌驾于圣光一族，已是让我吃惊，可现在既然已知开宗祖师既是如此利奥德的人物，那么再看看卧龙武宗现如今的实力，这分明是落寞了。楚风忍不住感叹，虽然未能见到这位开宗祖师的真身，可只是那口棺材，这位开宗祖师的实力就已是目前为止楚风所见过最恐怖的。这还是死后的遗体，遗体能有何等实力？可偏偏这位开山祖师就有，不仅有，还是如此的惊天动地，死后都尚能如此，很难想象子啊他生前将是何等呼风唤雨的人物。但感叹的同时，
楚风也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开始变得滚烫，当真是热血沸腾。如开宗祖师这样的强者，不就是楚风所想成为的吗？不，准确来说，楚风要超越，这是楚风要超越的对象。虽然现在的楚风很是弱小，但是楚风对自己有着自信，总有一日他也能达到开宗祖师这种实力，并且要超越开宗祖师。而想一想，自己有朝一日竟能成为那样的强者，楚风体内的血液便如同被燃烧了一样沸腾着。可也唯有成为那样的强者，才能真正的守护自己所在乎之人吧。但楚风并没有被这种突如其来的热血冲昏头脑，他不会忘记他来到此处真正的目的。于是楚风开始观望，开始寻找。虽然他触发了机遇，但是他还并没有得到机遇，只是楚风使用多种手段观察之后，却根本未能查出任何异样。可就在楚风一筹莫展之际，这个世界开始颤动了起来，不仅仅是大地，而是整个世界都在颤动，并且那震颤之感越来越强，仿佛整个世界都快要毁灭崩塌一般。这感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实在怪异，就连楚风也是面露惊恐。他察觉到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息已是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之中，那气息非常危险，可以这样说，除非见过诸多可怕存在，也入过诸多险地，可是他还从未感受过如此危险的气息。哪怕外面那些强大的戒灵，也并没有给予楚风如此可怕的感觉。那危险的感觉无限逼近死亡，只是刚刚嗅到这气息，楚风便感觉仿佛他即将看到生灵涂炭、世界毁灭的模样。楚风，你怎么了？你是发现了什么吗？雨莎察觉到了楚风的不对劲，便关切地询问起来。有很危险的东西在这里。楚风此话一出，雨莎的心也变得紧张起来。她只是从楚风的声音中便听到了恐惧，而她认识楚风已有一段时间了，也经历过不少危险之事。在她看来，不管怎样，楚风还是一个心智较稳之人。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楚风如此恐惧一个东西。只是楚风的恐惧，便让雨莎察觉到，那即将出现的必然是极为可怕的存在。忽然，狂风大作，席卷天地，而那狂风散发的源头处，也是撕开了一道裂缝。紧接着，一道血红色的气焰自那裂缝之中钻了出来。那血红色气焰散发着浓郁的血腥之气，明明只是微弱的一道，可那其中仿佛凝结了亿万人的血液。裂缝越来越大，血红色的气焰也是越来越多，而那血红色的气焰如恶魔临世，四处飞掠，而他们所过之处，这洁白的世界也是变成了血红之色。转眼之间，风云四起，天昏地暗。随着那血红气焰不断肆虐，这里的一切也都变成了血红之色，阴暗恐怖。先前还圣洁的世界，已经沦为了人间地狱。紧接着，更为可怕的声音出现了，宛如亿万恶鬼同时哀嚎。只是听到那声音，便毛骨悚然，内心慌乱。那声音能影响心智，甚至如楚风这样的人，也感觉自己的意识受到了冲击，一时之间感觉内心慌乱无比，好像自己就快要疯掉了一样。而最可怕的是，开始有无数只血红色的怪物自那裂缝之中涌现。那血红色的怪物，有人有妖有兽，但都看不清他们的模样，他们都被褪去了表皮，都是血淋淋的，甚是惊悚。而最怪异的是，他们的身躯竟连在一起，融合成了一个更为巨大的怪物。那怪物的体积无法估量，但它出现之后便直奔楚风而来。眼见不妙，楚风便想要逃，可此时的他受到那怪物声音的影响，内心无比慌乱，意识也是变得模糊，连身躯都难以操控。突然，那怪物发出极为刺耳的哀嚎，紧接着竟化作血红气焰冲入了楚风的体内。因为怪物体积太过巨大，哪怕化作气焰，但进入楚风体内也是花费了许久时间。当楚风意识渐渐恢复之际，发现整个世界已是恢复了圣洁的纯白之色，没有一丝红色气焰留下，就更别说那可怕的怪物了。就连刚刚被怪物撕裂的空间也是完好无损，而再看自己也同样是完好无损，并没有受到一丝伤害。难道刚刚的只是幻想？楚风不免生出这样的想法。楚风，你快看，那是什么？可就在此时，在戒灵空间之内，楚风却听到了雨莎极为恐慌的声音。楚风赶忙关向自己的戒灵空间，而这一看，就连楚风自己也是吓得不轻。在楚风的戒灵空间之内，出现了一个极为巨大的血红色卷轴。那血红卷轴不仅极为巨大，并且仿佛具有生命，伴随心脏的节奏，一下一下的跳动着。而那血红色卷轴上面还写着4个大字：杀戮尽数，杀戮尽数。楚风发现此物之后，便赶忙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戒灵空间内，满眼凝重地打量着那杀戮尽数。但是仔细观察之后，楚风发现它似乎只是一个卷轴，除了样貌怪异外，并没有危险的感觉。它必然记载了什么，只是楚风打不开它，便无法阅读，而楚风也不敢擅自尝试打开它的方法。可是刚刚那样的声势，它怎么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卷轴呢？出来领赏！可就在此时，楚风忽然听到有人呼唤，而那呼唤他的声音有些耳熟，乃是之前与那巨型怪物一同出现的怪物老头。楚风赶忙将意识投射回本体，这才发现那怪物老头果然站在自己的不远处，他也进入了这个圣洁的世界之中。只是此时再看这个怪物老头，楚风更感觉他不同寻常。小子，恭喜你得到了杀戮尽数，但你要记住，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得到此物之事，否则你必然会性命不保。那怪物老头看着楚风直接说道：前辈，杀戮尽数到底为何物？为何会进入我的戒灵空间？它真的只是一种技法吗？是记载的结界之术吗？楚风接连追问。此物刚刚的声势太过恐怖，如此恐怖之物却进入了自己的戒灵空间，这让楚风难以心安，迫切想搞清楚此物来历。放心，它不会伤害你，它就只是结界之术罢了。但它又不是普通的结界之术，若是有朝一日你能将它练成，那在这整个浩瀚修武界，你将少有敌手。不过你也应该清楚，
这样的结界之术不是那么容易修炼的。你现在连了解他的资格都没有，但不管怎么说，你能得到他的认可，也便是得到了我家大人的认可。怪物老头说道：“前辈，您口中的大人，便是我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吧？”楚风问道：“算是，也不算是。不过这根本不重要，你也无需多问，只需记住我的话。杀戮尽数在你体内之事，不可告诉任何人。你最亲近的人也不可告诉，否则会因祸上身，不仅害你自己，也将害你身边人。”怪物老头说道：“前辈，杀戮尽数到底是怎样的结界之术？”楚风追问道。他从怪物老头口中听出此结界之术的厉害。既然此物消息能引起如此轰动的话，那楚风更想搞清楚此结界之术到底为何物了。我不是说过了，若你能将它练成，整个浩瀚修武界你将少有敌手。不过，若是你真的能够将它练成，可要慎用。诺，这是额外赏你的。怪物老头说话间，又拿出了那把极为利奥德的拂尘，拂尘对着楚风一挥，便有一道光束直射楚风面门，进入楚风脑海之中。当那光束进入脑海之后，楚风二话不说，直接盘膝在地，紧闭双眼。这赏赐乃是短时间内增强楚风悟性，因为只是短时间增强悟性，所以楚风必须抓紧机会。只要把握此次机会，楚风便能再次解开卧龙魂甲的封锁。而不出意外，楚风只要再解开一重封锁，便能够踏入武尊境。而看着楚风那认真的模样，怪物老头也是面带微笑，收起拂尘，身形一阵摇晃间，便消失在了此处。左丘炎凉身上的气焰已经消失不见有一会了，可他仍是按照脑海中的气焰地图向那机遇所在的方向前行。终于，他来到了那气焰地图所在的位置。只是这气焰地图的终点处只是一座平原，虽然平原上面不仅有着结界纹路印在了大地之上，且还留有一股强大的气息，但是除此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但左丘炎凉还是坚信那机遇就在此处，他绝对不能错过这样的机遇。可是除了印记和残留的气息之外，便什么也没有，哪怕他绞尽脑汁也无法将这机遇找出来。转眼间已经过去1个时辰，他仍是一无所获，这让左丘炎凉十分苦恼。当然他并不知道那机遇其实已经消失了，之所以会消失，乃是因为楚风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机遇。可忽然之间，虚空之上传来阵阵轰鸣，抬头观望，左丘炎凉的脸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只见在那9天之上，阴云密布，雷霆漫天，但那不是寻常的雷霆，而是9色神雷。9色神雷弥补虚空，并且相互交织，很快便化作9指雷霆巨兽，盘旋于9天之上。此一时，正在天际之上咆哮嘶吼。9色神雷威势滔天，连虚空都被撕裂开来。一眼望去，9天之上除了那9只巨大的雷霆巨兽之外，便没有任何物体存在。它们太过巨大，巨大到整个天际都被它们的身躯所覆盖，就连这个世界在它们那巨大到无法估量的身躯面前，它也是变得渺小不堪。这是什么东西？是雷霆异象吗？左丘炎凉越是打量，目光越是变得惊恐，内心更是异常不安。他本身便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每次突破之前都能引来雷霆异象，所以对于9色雷霆他是再熟悉不过。可是此时虚空之上的9色神雷却是他从未见过的，不是没有见过9色神雷，而是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9色神雷。他甚至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有天级血脉拥有者突破时所引起的雷霆异象，因为此时的声势太过可怕了，那是真正的毁天灭地的力量。左丘炎凉坚信，若是9天之上那9只雷霆巨兽想要将这个世界毁灭的话，恐怕只是一个吐息之间就可以做到。他们所具备的力量是左丘炎凉不敢想象的。正因如此，9天之上的景象就连左丘炎凉也被吓得不轻。可偏偏这虚空之上的景象是阴阳窟境界内的所有人都注意到的，而若与其他弟子看到这景象后的反应相比，左丘炎凉其实已经非常淡定的了，因为其他人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甚至有人屁滚尿流。明明大家都知道那就是9色神雷，是天级血脉拥有的力量，可他们还是忍不住的害怕。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雷霆巨兽真的会毁灭世界。不过那恐怖的9色神雷并未持续太久便劈落而下，落向了这阴阳窟境界的远方。竟真的是雷霆异象，是那楚风吗？他竟又突破了，该死！难道他已经得到了机遇？左丘炎凉望着9色神雷落下的方向，脸色变得甚是难看。他看了看脚下这片可能藏着机遇，但他却无法破解的土地，最终咬了咬牙，身形一纵，竟快速向那雷霆落下的方向飞掠而去。他要去追踪过去，是要找到楚风，因为他觉得能够引发如此雷霆异象的便唯有楚风，连他弟弟都不可能引发如此恐怖的雷霆异象。而楚风的突破速度太快了，根据他的了解，楚风刚刚进入卧龙武宗的时候修为还很弱，可是后面接连突破，这样下去别说是他，连他弟弟也迟早被楚风超越，所以他必须尽快除掉楚风，否则后患无穷。虽说9色神雷落下的地方很远，但却仍有余威尚存。奇怪的是，那余威不仅尚存许久，就连途中必经的沙漠也没有像之前拦住楚风那样诡异。在左丘炎凉面前，那沙漠就成了正常的模样，很快便被左丘炎凉所跨越。因此左丘炎凉一路追踪之下，很快便来到了那石灵的面前。看着盘旋于天际之上的雷霆余威，左丘炎凉知道楚风还在此处，并未离开。只是左丘炎凉也是发现石灵的不简单，一番观察之后，根本无法破解这样的石灵，更是无法将楚风给找出来。于是左丘炎凉将夏言、李牧之等人放了出来。夏言和李牧之等人还不知晓此时情况，夏言现身的第一反应更是对着左丘炎凉破口大骂。可左丘炎凉手握尊兵，二话不说，一剑便刺穿了夏言了的肩膀。左丘炎凉，你要做什么？见状，一直沉默的李牧之也是愤怒的开口。虽然早就知道
左丘颜良不会放过他们。可当左丘颜良真的出手，他还是压制心中的怒火，毕竟他们可是同门啊。可谁曾想，左丘颜良拔出尊兵，下一剑就刺向李牧之，这一剑直接刺穿了李牧之的咽喉。见此一幕，其他人也都是吓得脸色发青，还以为左丘颜良是要杀人灭口了。直到左丘颜良对着那石林大喊：“楚风，给我滚出来！再不滚出来，我就叫他们狗命！”此时，夏言等人终于明白左丘颜良为何突然对他们出手，原来是楚风就藏在那石林之中。左丘颜良是利用他们，逼得楚风从那石林内出来。楚风还在那个圣洁的世界之中，并且他已经顺利突破，修为已是踏入了1品5尊境。不仅踏入了1品5尊境，那始终封闭的界灵大门也是终于可以打开。楚风已是可以借用羽杀的力量，但是此时的他仍是双眼紧闭，乃是因为那位怪物老头给予他的短时间增强悟性的力量尚在。楚风是想要趁机再度破解卧龙魂甲的封锁，尝试一鼓作气突破到第2重。因为刚刚经历了什么，楚风最清楚，此时盘旋于自己体内的力量并不仅仅是增强悟性那么简单，因为刚刚他所经历的并不是简单的雷法，乃是极为可怕的神雷劫。楚风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神雷劫，那一次费了楚风不小力气，可是这一次却比第一次要顺利得多。之所以如此，并非楚风自身厉害，而正是那盘旋于楚风体内增强楚风悟性的力量帮助楚风化解了神雷劫。只是可惜，眼见着那力量散去，楚风仍是未能再度破解卧龙魂甲，太可惜了。楚风意犹未尽地睁开眼眸，但是脸上仍有着难以掩饰的喜悦。因为楚风虽然踏入了5尊境，但是他能感觉到自己雷纹以及雷霆铠甲还有4项神力的力量都在，哪怕到了5尊境，楚风也是可以连续提升3品修为。虽然此时的楚风只是1品5尊，但是连续提升3品修为之后，楚风的修为便可以达到4品5尊。4品5尊这样的境界，不谈卧龙5宗内这些高手，整个圣光天河修为能够达到4品5尊的也是少之又少。可就在楚风感叹之际，楚风周围的世界开始变得扭曲起来。楚风知道他是要离开此处了。果不其然，很快这周围的世界便彻底碎裂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真正的世界。此时的楚风还站在先前的位置，凝视着石林的方向。可是很快，楚风便发现了左丘颜良以及夏言、李牧之、宋喜、兔圆圆等人。只见左丘颜良一把长剑在手，正在叫嚣着楚风的名字，不停地喊着让楚风滚出来。而再看夏言、李牧之等人，无一例外都是遍体鳞伤，男子也就罢了，就连夏言和兔圆圆等女子也是未能幸免。左丘颜良，你可真是找死！见此一幕，楚风也是发出愤怒的咆哮。这一声怒吼不仅吸引到了左丘颜良、夏言和李牧之等人，也都是发现了楚风。他们并不知道楚风什么时候出现的，可是意外的是，此时的楚风竟就在他们不远处。楚风，快逃！看到楚风，夏言立刻大喊起来，而左丘颜良哪里会给楚风逃脱的机会，手中尊兵挥动，便要对楚风出手。可是只见楚风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当楚风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左丘颜良的面前，而楚风的手掌更是直接落在了左丘颜良的脑袋之上。看到面前的楚风，莫说旁人，就连左丘颜良也是面容大变。只见雷纹涌动，铠甲奔腾，不仅是天级血脉，还有强大的天赐神力的力量在楚风周身旋转。此时的楚风修为已是达到了4品5尊境。左丘颜良，我给过你机会，是你不懂珍惜。楚风此话说完，手掌猛然握紧，只听得砰的一声，左丘颜良的整个脑袋都被楚风捏成了粉碎。当其剩下的身躯应声倒地之际，左丘颜良已是死得彻底。楚风，你！见此一幕，宋喜、赵师、兔圆圆等人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那可是左丘颜良，可是副宗主大人的亲孙子。尽管他们也都知道左丘颜良该死，可楚风真的杀了他，他们仍是觉得楚风闯下了大祸。左丘幽雨和副宗主大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左丘幽雨已是足够恐怖，副宗主大人那更是卧龙5宗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面对这样的存在，他们只能任人宰割了。不过相比于面露恐慌的宋喜和兔圆圆，楚风却是相当平静。明明刚刚杀了人，可他却像是没事人一样。楚风捏碎左丘颜良脑袋后，便直接释放出结界之力，开始布置疗伤阵法，随后又给他们服下疗伤丹药，直到他们的伤势与痛苦得到一定缓解后，这才便开始帮他们解开绳索。那绳索虽是宝物，可是只能封锁被捆绑之人。楚风从外攻破的话，倒也不是难事。这绳索倒是宝物，而见这绳索是宝物，楚风顺势将那绳索收了起来。不仅仅是这绳索，出俄方更是将左丘颜良身上以及乾坤袋内的所有宝物都收了起来。但是楚风藏了一个心眼，他运用阵法将这些宝物进行伪装，然后经过多重伪装手段藏在了自己的身上。除非他自己，否则别人想从他身上找到这些宝物，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之所以要藏得如此隐秘，自然是害怕离开此处后，左丘幽雨一口咬定是他杀了左丘颜良，从而搜他们的身。若真的是将这些东西找出来，那就是罪证，楚风可就死定了。可是左丘颜良身上的好东西太多了，楚风不想错过，并且楚风几乎能够保证他藏起来的宝物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所以楚风这虽然算是铤而走险，但也不得不说是艺高人胆大。楚风，你好厉害啊！你不仅是天级血脉，还掌握天赐神体，而且在5尊境，这些力量你居然都能施展到这种程度。1品5尊境抹杀3品5尊，你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因为楚风击杀左丘颜良后，已是将修为恢复到真实水平的1品5尊境，所以夏言也是得以知道楚风真实修为。但越是如此，他们越是惊叹楚风的厉害。我终于知道
你为何能够连续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了？你这家伙真的是太逆天了！夏言明明伤势并未痊愈，可却像是忘记了自己的伤痛一样，他对楚风的夸赞根本停不下来，甚至看着楚风的眼睛都在发光，太可怕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果真这么大吗？想一想当初刚在龙石遇见你的时候，看来我是再也没办法超越你了。李牧之看着此时的楚风，内心更是五味杂陈。虽说第一次与楚风比拼结界之术，他就败下阵来，但他仍记得那个时候楚风的修为却是远在他之下，哪怕楚风刚刚拜入卧龙武宗，也是在他之下。不曾想，这转眼间楚风就已强到了这种地步，这让从小到大都被称为天才的他，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还算不算天才。你们可别夸我了，我真那么厉害，就不会再被左丘幽雨暗算后逃走，害得你们遭受此等劫难了。楚风说道。果然是左丘幽雨出的手，我就知道是他。不过楚风，看来你的机遇是已经得到了，不过不知道为何我们身上的机遇在前段时间都消散了。夏言再度说道。抱歉了。听闻此话，楚风立刻倒退一步，对着夏言愧疚的抱了抱拳。干嘛啊？这是你刚刚救了我们，为何还要对我说抱歉啊？夏言一脸不解。我在此处得到的机遇与你们的都有关联，我若得到了，你们的机遇便会消散。楚风说道。哇，这样说来，左丘幽雨的也得不到？夏言问道。是。楚风点头。哈哈，难怪刚刚左丘颜良明明已经找到了那个地方，但却一直找不到那所谓机遇藏在哪里，原来都是你搞的鬼，这不是好事吗？干嘛向我道歉啊？夏言笑嘻嘻的脸上却也有着一抹疑惑。因为你的机遇也……楚风话未说完，夏言便哈哈大笑起来。哈哈，还以为是什么呢？笨蛋，你刚被袭击后，我们也被左丘幽雨抓走了，就算没有你，我们也没机会去得到那机遇了。对了，那左丘幽雨袭击你，你是怎么躲过去的？夏言又问道。也是与这机遇有关。随后楚风又与夏言等人详细的讲述了一下事情经过。你这家伙可真是厉害，原来那个丑陋的老头说的大才之人就是你，吓死我了，本来之前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左丘幽雨呢。夏言感叹道。可就在此时，虚空开始颤动起来，云层翻滚，如同巨大的门即将浮现，这是离开此处的门，看来是时间到了，我们要被强制离开此处了。楚风等人都感受到了即将离开的感觉。李牧之、赵师、宋喜、兔圆圆，你们都听好了，我们必须统一口径，是左丘幽雨和左丘颜良先将我们抓走的，后来左丘颜良在寻机遇的途中，身上不能携带其他生命体，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我们放了出来。他本来是想杀人灭口，可谁曾想被那机遇之地的力量吸走了，至于他是生是死，我们都并不知晓。夏言对李牧之等人嘱咐道。好，大家统一口径，一口咬死，是那左丘颜良不对在先，至于他是生是死，与我们无关。李牧之也是说道。而宋喜和兔圆圆等人也是连连点头。我们今日的命都是楚风救的，我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敢背叛楚风，敢把楚风杀了左丘颜良的事情说出去，我夏言会让他死得很惨。夏言再度补充道，并且这一次他的眼中是蕴藏杀意的。虽说夏言这话是在威胁除了楚风之外的人，但大家却也都不怪他，毕竟大家都知道他是为楚风着想，不仅不怪他，如兔圆圆、赵师和宋喜等人更是赶忙保证不会背叛楚风。眼见着就要离开，楚风的目光却看向那石灵，目光之中尽是尊重。他知道那不是石灵，而是目的，不仅是诸多强大界灵的目的，也是开宗祖师之墓。我擦，楚风兄弟，你又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了。可就在楚风观望之际，李牧之却是激动的开口。听得此话，楚风有些不解，可发现李牧之正在抬头望着虚空。楚风抬头一看，这才发现虚空之上翻腾的云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巨大的天空之门，而那天空之门上面赫然写着8个大字：卧龙之光。楚风视野看到这8个大字，楚风顿时心中一紧，他可还记得段柳峰的话，不可再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了。现在可倒好，居然又打破了。倘若宗主大人真的在乎这个，那楚风岂不是又闯下大祸了？他与宗主大人的关系要怎么修复？可就在楚风担忧之际，那天空之门内磅礴的吸力释放而出，卷着楚风等人升空而起。这一刻，不仅仅是楚风等人，他们能够看到自远处还有其他身影也被卷入这虚空之上的大门之内，那都是卧龙武宗的弟子。但楚风等人是率先卷入门内之人，所以并未看到左丘幽雨的身影，他们便已经进入门中。很快，所有卧龙武宗弟子都卷入了虚空之上那巨门之中。而此时，一个巨大的怪物则是地底之中爬了出来，而在怪物的头顶盘坐着的小巧身影，正是那个给予楚风额外奖励的怪物老头。龙邪大人真的就这样将杀戮禁术交给他了吗？那可是能够毁灭世界的结界之术。怪物老头望着虚空说道。虚空震荡，云层翻腾，在那由云层组成的天空之门上方，竟有一个更为巨大的虚影出现。此虚影实在太大，仿佛整个世界都容它不下，但若仔细观看，仍可看出那乃是一条巨龙的虚影。遮蔽世界的巨龙虚影浮现后，一道声音也是响彻开来。这不是我要给他的，我只是打开大门将他进入此处，是否给他还不是咱家大人自己的遗愿。这声音苍劲有力，从天而降，甚至有些恐怖。可若楚风在的话，听到这个声音必会狂喜，因为这个声音楚风曾听过。倒也是，这楚风若是不负期望，那这卧龙武宗倒也没有白见。不过这还多亏了龙邪大人执意要坚守于此，毕竟那个老家伙早就撒手不管了。怪物老头说道。毕竟这是以咱家大人的力量建造的，怎能不管？那巨龙虚影说道。楚风被卷入天空之门时，分明是与夏言等人一同进去的，可是进去之后却立刻与夏言等人分开。
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混沌的世界，但是好在并未在这个混沌的世界待上太久，楚风便脱离而出，他已是回到了卧龙武宗那刚刚进入阴阳窟境界的广场之上，并且很快，夏言、李牧之等人也是纷纷落在了广场之上。可能是知道这个时候楚风等人会回来，所以广场四周早就聚集了不少人。没过多久，几乎踏入阴阳窟境界的弟子都出现了，左丘幽雨也出现了。只是看到左丘幽雨后，众位长老和弟子的表情却是变得复杂起来。左丘幽雨，这位之前公认的当今卧龙武宗最强小辈，但此时的模样可并不体面。他不仅衣衫凌乱，头发更是像个疯子。若不是他身上有伤，就他这个模样，说是乞丐也不为过。虽说回来的弟子负伤的不在少数，但要说狼狈，还真就找不出比左丘幽雨更狼狈的人。看着这样的左丘幽雨，楚风强忍着没有笑出来，但是夏言那丫头没忍住，扑哧一声直接笑喷了，并且他还是正视左丘幽雨笑的，分明就是在告诉左丘幽雨，没错，本姑娘笑的就是你。他们都知道左丘幽雨会落得这般田地，其实与楚风脱不了关系。若不是楚风率先得到机遇，左丘幽雨未必会这个模样。而当左丘幽雨看到楚风以及夏言等人都站在此处后，便立刻露出怒容。楚风、夏言，我哥呢？左丘幽雨怒声问道。左丘幽雨，你们兄弟作恶多端，估计连那阴阳窟境界的前辈也看不下去，所以要教训你们兄弟。你倒是命大，居然活着出来了。但是你哥恐怕没那么幸运哥。夏言以挑衅的口吻说道。是你做的。虽然挑衅的话是夏言说的，可是左丘幽雨却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知道，若是左丘颜良真的遭遇不测，夏言没有那个本事，必然是楚风所为。说话可要讲证据，你哥是死是活，与我何干？楚风说道。与你何干？我今日就要你给我哥陪葬。左丘幽雨显然不相信楚风，说话间不仅威压释放而出，那刺骨的杀意更是肆虐天地。左丘幽雨是打算在此处直接杀了楚风。住手！可还不待左丘幽雨出手，一道响亮的声音便炸响开来。顺身观望，只见一道身影已是站在了左丘幽雨的身前。当他出现后，左丘幽雨的威压与杀意也是消散，但那不是左丘幽雨自己收回的，而是被这位硬生生的压制下去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左丘幽雨的爷爷，这卧龙武宗的副宗主大人。副宗主大人出现之后，大袖一挥，一个耳光便落在了左丘幽雨的脸上，直接将左丘幽雨掀翻在地。亏你还是卧龙弟子，连我卧龙武宗的规矩都忘了吗？居然想对师弟动手，成何体统？副宗主大人对左丘幽雨怒斥道：爷爷，我哥没有出来，多半已经死了，但他的实力怎么会死？必然是被楚风他们害死了。爷爷，你要为我哥做主啊！被打了一个耳光，左丘幽雨倒也不生气，反而是委屈的诉起苦来。看得出来，他与左丘颜良的兄弟感情倒是真的不错，且对自己的爷爷也是非常敬重。左丘幽雨，你还要脸吗？你们兄弟两个恶事做尽，现在居然反咬一口。副宗主大人，虽然你是左丘幽雨和左丘颜良的爷爷，但更是我卧龙武宗的副宗主大人，你不能为他们做主，你应该为我们做主才对。夏言也是不甘示弱，将阴阳窟境界内的事情当众说了出来。当然，左丘颜良和左丘幽雨的罪行不假，但是关于左丘幽雨的去向，夏言自然是撒了谎的。他不可能说左丘颜良是被楚风杀了，并且紧接着李牧之、赵师、宋喜、兔圆圆等人也是纷纷开口力挺夏言的说法。其实事关左丘颜良这种人物，赵师、宋喜、兔圆圆等人的证词根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夏言和李牧之可都不是一般身份，他们两个都咬定了左丘颜良要加害于他们，这就让人们觉得可能这都是真的。副宗主大人，您若不信，可以查看我们的伤势，虽然我们的伤势已经治疗过了，可是这上面还有你孙儿左丘颜良那把碎宣尊剑的气息。夏言指着自己的伤口说道。那的确是左丘颜良尊兵的气息，这个假不了。副宗主大人并未上前查看，便已经确认了，看来他是一早就发现了夏言等人身上的伤势是他的孙子所为。幽雨到底怎么回事？可真如夏言他们所言，是你们兄弟二人无缘无故便对他们出手？副宗主大人看着左丘幽雨，怒声逼问。爷爷，没有，真的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何我哥会与他们有过节。左丘幽雨眼见着无法为左丘颜良辩驳，只能先为自己洗脱。左丘幽雨，你还是不是男人？是男人你就大方承认，刚刚还要杀人灭口，怎么现在就不敢承认了？你凭什么断定左丘颜良没有出来就是与我们有关？你凭什么看到我们站在这里就断定左丘颜良遭遇不测？还不是你早就知道我们与左丘颜良在一起？别忘记将我们困住的可还是你。夏言说道。夏言，你说话可要讲证据，你说困住你们的是我，证据呢？左丘幽雨问道。此时夏言倒也是拿不出证据，按理来说那捆绑住他们的绳索宝物是证据，可是没人知道那绳索宝物是左丘幽雨的。那绳索虽是宝物，可却不像左丘颜良的那把尊兵长剑，人人都知道那是左丘颜良的。况且左丘幽雨很聪明，他虽用绳索制宝捆绑住了夏言等人，但却没有留下丝毫气息，所以就算把那绳索拿出来也证明不了什么。原来你不是男人，对不对？不敢承认是不是？你可真是一个怂包。夏言虽然拿不出证据，但却也是不甘示弱，依旧对着左丘幽雨不停地辱骂着。其实他很清楚，左丘幽雨这种人就算真的犯下大错，也不可能真的杀了他，也就是左丘颜良是在阴阳窟境界内就被楚风所除掉了，如若不然，就算左丘颜良罪名坐实，也不可能真的判他死刑，所以他只能借此机会过嘴瘾。夏言，不要再说了。就在此时，又有一道身影出现，乃是夏言的爷爷。不仅夏言的爷爷出现了，李牧之的爷爷也是出现了。他们出现之后，这件事倒得以平息。关于夏言等人的伤势，
左丘炎凉的罪名已经坐实，可是左丘炎凉都没有从阴阳枯井界内出来，按照以往经验，他多半是出不来了。就算想追究，也是没了办法。至于左丘幽雨和夏言等人的恩怨，因为没有证据，倒也不能如何。当然，也没人能拿楚风如何。你们此次进入阴阳枯井界，可有收获？李牧之的爷爷想要化解此时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于是对众位夏言和楚风问道：“有。”楚风踏入5尊境了，而且他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如今在阴阳枯井界内刻写的是楚风的名字了。夏言率先开口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得意与骄傲。可他此话一出，左丘幽雨眼中的杀意更浓，连他都没有得到好处，可楚风却得到了好处。他更加确定，那杀了他哥的人就是楚风无疑。可实际上，当夏言说出此话之际，就连楚风自己也是眉头紧皱。他已经有猜测到，宗主大人不喜欢他，可能是因为他不断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现在可倒好，又打破了一个，这让他如何面对宗主大人？恐怕宗主大人对他的敌意只会越来越重了。但是楚风也不能怪夏言，那天空之门悬挂于虚空之上，从中出来的所有弟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就算夏言不说，其他人也是会说的。这件事情注定是瞒不住的。楚风，真不愧是你，你这进步速度可够快的。得知楚风已经踏入5尊境，李牧之的爷爷等人也是纷纷为楚风道喜。对了，楚风，我若没记错，你似乎也报名了紫灵的招亲大会吧？李牧之的爷爷问道。回卧龙长老大人，弟子的确报名了。楚风说道。那明日可就要有个结果了，你还打算继续吗？李牧之的爷爷说道。卧龙长老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楚风问道。事关紫灵，他连情绪都变得激动起来。当时宗主大人提出了4个条件，前2个分别是小辈年岁和1月之内，现在后面2个条件也已经揭晓。那是什么？楚风追问道。第3个条件是虚位男子。啥？虚位男子？李牧之爷爷此话一出，李牧之和夏言都忍不住翻了翻白眼。本来他们还很期待这第3个条件会是什么样的条件，没想到是这样一个条件，虚位男子，这不是废话吗？本来去报名的人里也没有女子啊。大人，那第4个条件呢？楚风再度问道。卧龙之首。李牧之爷爷说道。卧龙之首？爷爷，这个卧龙之首是要成为卧龙弟子的第1名的意思吧？这一次不待楚风说话，李牧之便抢着问道。这还用问？李牧之的爷爷白了李牧之一眼，随后便再度看向楚风。现在卧龙弟子中的这位卧龙之首就在卧龙5宗之内，相信你们也早有耳闻。这位卧龙之首也将他的名字写在了那争夺紫灵的名册之上。明日，楚风你和左丘幽雨报名的弟子都可以向这位卧龙之首发出挑战，谁能夺得卧龙之首这个称谓，谁将与紫灵定亲。李牧之爷爷说道。听到这里，楚风暗叹不好，没有想到这个深不可测的卧龙之首也参与了进来。那爷爷，这卧龙之首是何修为啊？李牧之也是忍不住问道。不得而知，明日方能知晓。李牧之爷爷说道。那若是无人挑战，紫灵不就是那个家伙的人了？李牧之说道。自然是了。李牧之的爷爷说道。楚风兄弟，我要是你必要挑战，怎能让紫灵师妹落入他人之手？我告诉你，紫灵师妹可是我卧龙5宗第1美女，夏言长得算是不错了，但要是在紫灵师妹面前，也是要变得平庸啊。李牧之说道。你有病吧？你夸紫灵师妹漂亮，你贬低我干嘛？夏言气得脸色煞白，抬手就给了李牧之一拳，这一拳的力道可是不轻，直接把李牧之的脸都打肿了。我说实话而已，你怎么下死手啊？夏大人，你管管你孙女啊！李牧之看向了夏言的爷爷，可还不待夏言爷爷说话，李牧之的爷爷便开口道。不必管，这小子嘴臭，我看打得好，这下可好，连撑腰的人都没有了。李牧之只得认命，虽然李牧之挨打了，可心里却是美滋滋的。今日左丘炎凉死了，左丘幽雨也是吃了扁，他心里自然高兴，但是此时楚风的心中却异常沉重。虽然他踏入了5尊境，可是也只是一品5尊而已。先不说那实力深不可测的卧龙之首，只说左丘幽雨也是足够楚风头痛。但明日必须出手，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紫灵与别的男人定亲。卧龙大人，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楚风以祈求的眼神看向了夏言的爷爷。楚风有何事？你说便是。夏言的爷爷问道。虽然他与楚风接触不多，但对楚风也是十分欣赏，若能帮到楚风，他也是十分愿意的。我想借用结界辅助阵一用。结界辅助阵，这是楚风目前唯一能够指望的了。之前就是在李牧之府邸内的结界辅助阵中破除了一道卧龙魂甲的封锁，修为得以提升。虽然后面北玄院的辅助结界阵没能帮到楚风，但是楚风觉得西虎院和南阙院的辅助结界阵应该是能够帮到他的。想借辅助结界阵一用，当然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夏言爷爷爽快应下，随后楚风便立刻动身前往辅助结界阵。在2位卧龙长老的支持下，楚风顺利的将西虎院以及南阙院的辅助结界阵全部借用了。只是令楚风无奈的是，哪怕是接连使用了2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无形，但却也根本无法帮助楚风悟的破解卧龙魂甲的方法。最后的希望便是宗主大人的领地的辅助结界阵了。只是对于这座辅助结界阵，就连2位卧龙长老大人也是爱莫能助，除非宗主大人允许，否则就连他们也是无权使用。此时天色已黑，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落寞地回到自己的住所，开始计划明日之事。这是背水一战，但楚风没有退路。现在楚风的修为达到了1品5尊境，他可以通过神级雷纹、雷霆铠甲4项神力连续提升修为，提升到4品5尊境。这个实力，别说是那位神秘的卧龙之首，就连左丘幽雨楚风也是难以对付。但是好在楚风能感觉到他的天雷9重斩仍然具备着跨越境界的力量，若是提前施展，出其不意的是放出天雷9重斩，也许能够击败左丘幽雨。但左丘幽雨
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角色。楚风并没有十足把握，就算真的能够击败左丘幽雨，又要如何对付那位神秘的卧龙之首？若是那位实力与左丘幽雨一样，倒还好说；倘若那位实力在左丘幽雨之上，修为比左丘幽雨还要高的话，那楚风真是没有办法了。可若是眼睁睁看着紫菱与旁人定亲，那楚风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我怎么这么弱呀？想到这里，楚风恨不得狠狠地给自己2巴掌。自己的女人与旁人定亲，这是楚风无法忍受之事。贤弟怎么愁眉不展啊？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乃是段柳风。段兄，你还没走？看到段柳风，楚风顿时面露喜色。宗主大人临时决定为紫菱定亲，自然要在此事定下之后再走。我猜你愁眉不展，也是因为明日之事吧？段柳风说道。是，我与紫菱其实不必说了，你随我来吧。段柳风此话刚刚落下，楚风便感觉周围空间开始快速流动起来。楚风已经在御空而行了，只是因为速度太快，楚风根本看不清周围景色。当一切停下时，楚风已是来到一片海洋之上，而在他的面前还有着一座极为强大的辅助结界阵。这座辅助结界阵，楚风虽是第一次见，可是他的力量却比寺院的都要强。不用猜想，楚风也是知道，这座辅助结界阵必然就是宗主大人领的那的辅助结界阵。段兄，这……楚风看向段柳风，面色复杂。这个机会他不想错过，可是他也不想段柳风为他冒如此风险。别有心理负担，我是经过宗主大人应允的，不然宗主大人的领地内，我怎么可能如此随意的就将你带到此处？段柳风笑着说道。多谢段兄。楚风真是不得该如何感谢段柳风是好，但他也清楚当下不是沉浸在感动的时候，他很清楚他应该做什么，所以楚风没有矫情，而是立刻开始利用这辅助结界阵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悟性，想要尝试解除这卧龙魂甲的最后一重封锁，也就是天魂的封锁。不出意外，若能解除天魂，楚风的修为将踏入2品5尊，这对于击败左丘幽雨和那神秘的卧龙之首将会增加极大的把握。只是凡事并非都能尽如人意，这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很强，可是天魂作为卧龙魂甲最后一道封锁，也当真难以破解。经过一番尝试后，楚风已经发现，想要解开这最后一重封锁，似乎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事情，哪怕悟性再强，也无法做到短时间内破解，需要一点一点来。但楚风很急，他必须在明日到来之前将这最后一重封锁破解。于是楚风开始不再求稳，甚至变得疯狂，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下，楚风的情绪也发生转变，一切开始超出楚风控制。但楚风并未停，而是依仗着自己过人的定力和掌控力强撑着。可是结果还是开始越发糟糕，楚风的内心开始变得杂乱，大脑也是变得混乱，甚至起了杀意。在这种压抑情绪的影响下，楚风甚至有了自我了结的念头。忽然海浪冲天，楚风的身躯从大阵之中硬生生地拖到了半空之上，离开辅助结界阵，离开自己的阵法。楚风那混乱的情绪才渐渐平复下来。楚风看向段柳风，他知道是段柳风将他拉出来的。贤弟，你疯了！你可知道你刚刚差点走火入魔，若不是我在，你会很危险的。段柳风说道。抱歉段兄，但是我没有办法，让我再试一下。楚风说话间便要飞落而下，想重新进入辅助结界阵，可段柳风却是将他拦了下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手段能够让你的修为短时间内提升，但这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你不可以继续下去了。贤弟，我知道你很想赢，但你这样不仅赢不了，你只会害了自己。今天的修炼到此为止。段柳风此话说完，便强行拽着楚风离开了此处。当他们2人停下之际，已是回到了楚风位于北玄院的住所。楚风途中已经求过段柳风很多次了，只是都没有用。楚风自知道拗不过段柳风，所以他变得失魂落魄。一个女人，至于让你如此？段柳风问道。虽然与楚风相识不是特别久，但也不算短了。他一直暗中观察着楚风，对楚风已是有了一定了解。正因如此，他才非常欣赏楚风，因为在楚风的身上有着异于常人的沉着与冷静。楚风虽不缺乏年轻人的热血，可是他却也有着连一些老一辈人物都未必拥有的缜密心思以及做事手段。而今日这样的楚风，还是他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楚风遇事如此的不冷静，甚至有些不可理喻。但他也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于楚风而言是多么的重要。段兄，如果我说紫菱本来就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你可信？楚风看向段柳风。你是为紫菱而来？段柳风问道。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她带走。楚风说道。话到这里，段柳风便明白为何楚风如此重视此事了。他没有再多问，而是将手摸向了乾坤袋，取出了一物。这个拿去吧。段柳风说话间，将一个盒子丢向了楚风。楚风打开盒子，发现是一颗黑色丹药。只看外表，这颗丹药普通至极，可是当盒子打开那一刻，那扑面来的药力便让楚风知道此药为何物。这是一颗禁药，但却不是寻常的禁药，这是一颗是能够提升修为的禁药。药力之强，恐怕他服下之后，在5尊境修为都能够提升1品。但是这颗药不仅蕴藏极强的药力，还蕴藏强大的阵法，那似乎是隐藏阵法与药力相融。而最令楚风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强大的药力却又十分柔和，这说明这颗禁药对他的伤害不会太大。但这违背了禁药的常理，这是在远古遗迹内所得的远古禁药，曾有人使用过，所以我知道它的药效。你若使用的话，应该可以帮助你提升1品修为，并且这1品修为可以隐藏，人们感受不到你提升的修为。服用此药，你可以出其不意地击败对手。虽然这颗远古禁药药力十分柔和，服用之后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伤害，但禁药终归是禁药，伤害终归还是有着一些的。
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段柳峰说道。段兄，我真是不知该如何谢你。楚风内心十分感动，禁药虽能提升战力，可是往往副作用也是极大。至尊境提升战力的禁药都会对服用者造成极大的伤害，可是这颗禁药在武尊境提升修为，但却不会对服用者造成太大的伤害。可想而知，这样的禁药乃是无价之宝。可就是如此珍贵的禁药，段柳峰却赠予了他，这样的恩情，楚风怎能不感激？更何况是这样的节骨眼上，是兄弟就别说废话了。既然紫菱姑娘对你如此重要，那明日就全力以赴吧。但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若是全力以赴之后还是失败，也不要太过自责。左丘幽语还好说，但是宗主大人带回来的那位可是很厉害的角色，他能直接霸占卧龙之首的名号，可不是因为宗主大人欣赏他，而是他真的有那个资格。虽说不想打击你的信心，但是与其指望自己击败他，还不如期望紫菱拒绝他。段柳峰说道。那他是何修为？楚风问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何修为，只知道他很不简单，宗主大人对他极为重视，是将他当未来宗主培养的。段柳峰说道。未来宗主吗？如今的卧龙武宗被誉为有史以来小辈人才最多的一辈，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卧龙武宗宗主却准备将卧龙武宗未来宗主之位传来一个突然出现之人，足以看出这位的确很是利奥的。段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有心理准备。楚风说道。虽然面子对于男人而言很重要，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就算你现在不是他的对手，可以你的天赋迟早会超越他，大丈夫就应当能屈能伸。贤弟，我知道你是一个内心强大之人，我相信这件事无论输赢，你应该都可以承受。好了，回去休息吧，好好调整一下状态，无论结果如何，明日都要以最佳姿态去迎战。段柳峰说道。见状，楚风也是向自己府邸走去。楚风当然不会休息，因为他还是不甘心，还是想要尝试看看能否破开卧龙魂甲的最后一重封锁。既然辅助结界阵不能帮到他，那楚风就靠自己。可就在此时，楚风感觉到一股极强的压迫感突然出现，这一刻仿佛时间都静止了，准确来说是周围的时间都静止了。楚风察觉到府邸之外的人似乎都被定格了，所有人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暂时定格住了，只有楚风府邸范围之内还是正常的空间，而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段柳峰所在的方向。回头观望，有一道身影已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段柳峰的身旁，那是一个极为端庄、气质超然的美妇人，但相比于气质，她的气场简直令人窒息，那种感觉仿佛已经超脱世俗，宛如神灵。不用猜，楚风也知道此人必然便是这卧龙武宗的最强者。宗主大人，弟子楚风拜见宗主大人。看到这位，楚风赶忙施以大礼。楚风不是一个善拍马屁之人，可是先不说弟子身份，应当给予宗主大人足够的尊重。只说紫菱，楚风也只能向这位宗主妥协。若是他自己，他可以不妥协，可是为了紫菱，楚风只能妥协。可对于楚风的失礼，这位宗主大人没有任何回应，而是一直盯着段柳峰。他似乎是为段柳峰而来。谁让你们善用我的辅助结界阵的？宗主大人凝声问道。虽然这话是对着段柳峰说的，但却也扫了楚风一眼，只是扫视的那一眼便让楚风心里发毛，那目光太冷漠且太具有杀伤力了。而这一句话也是败露了刚刚段柳峰所撒下的谎。那辅助结界阵他根本没有征得宗主大人应允。宗主大人，这都是我的主意，不关楚风的事。段柳峰赶忙解释。我当然知道是你的主意，段柳峰，是不是我给你的权力太多，让你已经忘乎所以了？给我跪下！忽然宗主大人大喝一声，那一声大喝不仅感觉天地剧烈摇晃，楚风只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都快要炸裂开来。而再看段柳峰，竟也是立刻跪了下来。楚风还是第一次见到段柳峰如此惧怕一个人。宗主大人，楚风刚想解释，段柳峰却是赶忙呵斥一声。楚风，他给了楚风一个眼神，示意楚风不要说话，但是宗主大人却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你善用辅助结界阵，将被逐出卧龙武宗，现在就给我滚！宗主大人此话说完，手掌一伸，楚风只感觉一股吸力直接将其抓了过去。糟糕，这一刻楚风只感觉完了，明日便是招亲大会的日子，这个时候他被驱逐出去，岂不是要眼睁睁地看着紫菱与他人定亲？宗主大人，这不关楚风的事，是我骗他，说征得了您的应允，他才敢使用辅助结界阵的。我知道我此次犯下大错，无论是私心与否，都不能改变事实。我段柳峰愿意1000年之内不要分文赏赐，请求宗主大人不要追究楚风责任。段柳峰赶忙为楚风求饶，1000年之内不要分文赏赐，你以为这样就够了？你的罪责岂是不要赏赐便能逃脱的？待我将此子驱逐出去，再回来收拾你。宗主大人说话间便要动身，是真的要将楚风驱逐出卧龙武宗的架势。宗主大人，我不过是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记录，你便要如此针对我吗？你这样做可对得起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突然楚风开口了，他一改态度，语气变得强硬，甚至嘲讽。楚风，不可乱说！眼见楚风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段柳峰赶忙呵斥，可是宗主大人却已经将刚刚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那怒中带冷的目光已经锁定在楚风身上。你刚刚说什么？你说我是因为你打破独孤凌天的记录才针对你？宗主大人看向楚风，目光如无形刀刃，不断刺向楚风，那压迫感换做旁人根本难以承受，恐怕就算没有被吓得昏死，也早就屁滚尿流。这是有意的压制，就连楚风也是感觉压力倍增，连身体都变得酸软起来，但楚风还是承受了下来。难道弟子说的有错？您虽为宗主高高在上，可卧龙武宗之物皆是开宗祖师所留，既是修炼之物，本就应当服务于长老与弟子，以增强实力为主。
今日我善用辅助结界阵，的确不对。可我初衷乃是为了增强修为，为卧龙武宗争光。您罚我可以，但要直接将我驱逐出卧龙武宗，我实在难以理解。非要解释，便是您带有私心。楚风继续说道：“我带有私心？你可真是敢说啊！你以为你什么身份，打破了几次记录就能超越独孤凌天？你可知道他为卧龙武宗做了多少？而你除了在这里得到好处，提升修为，你为卧龙武宗做过什么好事？”宗主大人说道。